玄冥，你为成仙霸占天下灵脉，迫使天下宗门只能苟延残喘。此手段，今天我们遍体天下苍生，讨伐你！玄冥，这个魔头简直就是我们修士之耻，你死有余辜！擅闯本尊仙府，打扰本尊修炼，你们想怎么死？玄冥，就算你实力冠绝天下又如何？在场所有人，哪一个不是当代天骄，以一敌十？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哼，蚍蜉撼树，便拿你们的人头祭天，再世成仙！给我上！玄冥，你醉心成仙，为了提升修为不择手段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哼，后悔？哪怕有一丝突破的机会，就算是图遍天下，我玄冥也不会。本尊修炼场所都被你们弄脏了，我晦气！玄冥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。爹娘，给我准备好修炼室，我又有所感悟，这次说不定能突破成仙。爹娘，你们坚持住，我这就救你们。娘，没有的，娘气血已尽，救不活了。谁干的？我杀了他！告诉我谁干的？明儿，你树敌太多，找不到的。答应娘，要珍惜眼前人，别再执着。成仙了，答应娘。娘，我答应你，都是我害了你们。不是你的错，明儿，娘从来都没有怪你。娘只希望你以后好好的，别再做顾家寡人了。娘！从前，我为成仙无所不用其极，最后没想到却害死了我的父。我发誓，从今以后，自绝仙脉，永不成仙，玄体封脉。这玄体封脉中引发三魂七魄共鸣，居然会导致魂魄离体。小虎，你总算醒了，你想死姐姐了。小虎，姐姐，我的声音。小虎，你怎么了？该不会是发烧烧坏脑子了吧？啊！玄体封脉之后，我竟然变成了一个小孩。3年了，自从3年前小虎发烧昏迷之后，就变得寡言少语，还极其厌恶习武，给他找遍了青州的名医，也无济于事。大小姐，陈家一向以武为尊，您和小少爷作为陈家3房仅存的血脉，再这样下去，恐怕很快就会遭到大房和2房。走一步看一步吧，只要小虎能平安长大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变成这个小孩之后，我从未修炼过，甚至玄体封脉的血点还在，竟然还能施展剑气。小虎，刚才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什么怎么做到？姐姐，你在说什么？看来是我太想看到小虎习武了，都出现幻觉了。没事，可能是姐姐眼花了。姐姐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试炼石，是咱们陈家测试实力用的，不
不过就连最厉害的大伯也只能在上面留下一掌。那我就试试这副身体还有多少功力。看来虽然封印了仙道修为，但还保留了一些以前的武道修为。小虎，别灰心，你没有习过武，失恋时没有反应是正常的。走吧，回家给你做好吃的。铁拳呐，明天家族大会即将召开，你去通知三房那两个废物了吗？放心吧，大伯，我已经派人去了。陈玉璇和他弟弟天资愚钝，不配留在陈家。明天的家族大会上，我就亲自给他们下战书，将他们逐出家门。哈哈哈哈！不错，不愧是陈家年轻一辈的第一人，敢想敢做。大伯果然没看错你。哎，铁拳，再用试炼石让你大伯看看你的实力达到什么地步了。好的，爹。这试炼石呢？这，该不会是地上的摘菜碎石吧？除非是能够开宗立派的武学大宗师亲自出手，才有机会打碎这试炼石。看来是有大宗师出手，去查，看看是哪位大宗师到访我们陈家了。陈凯，是谁把你打伤的？这小姐，是大房二房的那帮下人。哟，三房的大小姐，总算是知道回家了。是你们打伤了陈凯？都跟他说了，只是切磋而已。没想到你们三房的人竟然这么不经打。你们欺人太甚，好端端的来我们三房干什么？铁拳少爷专门让我们通知你们，家主明天要在比武堂召开家族会议，你们三房可别忘了参加呀。我们走。是。铁拳少爷说了，一个从来没有练过武的废物没资格留在陈家。今天是个普通。什么情况？这一掌我虽然只用了50%力，也绝非一个没有练过武的小孩能承受的。还不把手拿开吗？小少爷，我给你测测筋骨。这一掌80%力，不信你还无动于衷。看来这大房二房对三房真是招惹错了人。你找死！三番两次饶你，你却得寸进尺，欺我胞弟，是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吗？大小姐，我只是跟小少爷开开玩笑而已，您怎么这么较真呢？给我滚！好，明天家族会议，看你们怎么嚣张。我们走。小虎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姐姐。明天的家族会议是怎么一回事？爹娘走的时候，给我们留了这处宅子。大房和二房一直看我们三房不顺眼，想夺走我们的宅子。明天的家族大会就是这事儿。来者不善。不过你放心，有姐姐在，一定不会让他们夺走我们的宅子。走。大伯、二伯，让你们久等了。可不敢当，家族这么多人，都在演武堂等着你们三房，这么大的威风，谁敢说久等啊？我和我姐姐是按照通知的时间来的，不算迟到吧？你都别吵了，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就先说正事。陈玉璇，你们三房人丁凋零，占着那么大的宅子，也是浪费。正好家族决定修建习武馆，你和你弟弟就把宅子让出来吧。凭什么？家族要修建习武馆，为什么要占用我们的宅子？就凭你是个赔钱货，早晚要嫁出去。还有你弟弟那个小废物，连武都没练过，凭什么霸着陈家那么大的宅子？宅子是爹娘留给我们的，我绝对不会让他被其他人霸占。你，陈玉璇，既然你不愿意，
带着你弟弟搬出去，那就依照陈家规矩来，比武定胜负，输了就搬走，如何呀？我们要是赢了呢？赢了当然就能保住你们的宅子。不过就凭你这个小屁孩和你姐姐一个女人，你们这些歪瓜裂枣的上哪儿赢啊？瞧不起谁呢？大小姐，答应他们，咱们三房一定不能让他们看扁了。输赢只有比过才知道，我同意比武定胜负。陈玉璇，你还真敢答应比武啊？你就老老实实的把宅子让出来多好，干嘛非得吃这些苦头呢？陈家年轻一辈就属陈玉璇资质平庸，他竟然要擂台比武，真是不清楚自己几斤几两。小虎，你还小，这件事你先别掺和，让姐姐来。我再问一遍，是不是只要我们三房赢了比武，你们就再也不会打我们家的主意？不错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比试规则：擂台双方各派出应战选手，直到一方无人可用为止。比试正式开始。大伯，我去会会他。下手别太重。大伯，放心。玄公子竟然亲自上场了，他可是陈家年轻一辈第一人，对付三房的女人跟小孩，那不是易如反掌吗？铁拳公子作为能在试炼石上留下浅薄掌印的高手，就连陈家大多数长辈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他竟然亲自和陈玉璇比试，杀鸡焉用牛刀啊！陈玉璇，不愿意把宅子让出来是吧？那我就打到你让出来。你是三房的护院吗？别说我欺负你们，除了你，三房还有谁？还有我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小虎，别担心，没事的。看来你们是没人了，三房还真是一帮饭桶，就2个人敢站出来。这样吧，也别浪费大家时间了，你们2个一起上吧。校长，一起上，咱们2个人联手也未必不是他的对手。好，上！走。请赐教。赐教？那就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不是，2下就倒了。三房的护院就这点实力，还不如我们2房扫大街的呢。跟你拼了！小虎，你这是……陈璇，还愣着干什么呢？大家可没空陪你们浪费时间，赶紧派人上台，要不就认输，带着你这个废物弟弟滚出陈家。姐姐，小虎，别担心，姐姐一定会保护好我们的家。家？对，我们的家。下一场，我跟你打。下一场，我跟你……陈璇，你说你这是何苦呢？乖乖让出宅子，带着这个小家伙离开陈家，不好吗？小虎自小跟我住在这里，我就算是拼了命，也不会让别人破坏我们的家。好，事先说好，我力气有点大，等会儿比武的时候伤到哪儿，可别怪我。陈铁拳实力太强，姐姐完全不是对手。不好，再这么打下去，大小姐不仅会输了比试，还会受不轻的伤。这点实力可没资格再给我比下去。
陈玄，赶紧认输吧，不然我可保证不了你的安全。我现在把宅子让给你们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，照顾小虎平安长大？你马上都要输了，我凭什么答应你？除非把你三房的财产全交给我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。什么机会？3拳。接下来你只要能接住我3拳，就算你赢，如何？接下来你只要能接住我3拳，就算你赢，如何？只要陈玉璇接下3拳，就算他赢。这铁拳马上赢下比试了，这又要搞什么？铁拳这孩子聪明着呢，三房那里可是收藏着大几十本武学古籍，极其珍贵，而铁拳又有必胜的把握。这样一来，便可名正言顺的把三房的房子和家产全都拿到手里。大小姐，不要答应他！陈铁拳力大无穷，别说3拳了，现在的你1拳都接不住的。无论我做什么，就算我失去生命，只要小虎能平平安安的，我也算是心满意足了。答应娘，要珍惜眼前人。好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大小姐，不要再打了，你会死的！大小姐，你要是出事了，谁来照顾小少爷啊？小虎，姐姐答应过爹娘，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大小姐，小虎，不喜欢习武没关系，以后姐姐保护你。欺负我胞弟，是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吗？别再做孤家寡人了。有姐姐在，一定不会让他们夺走我们的家。结束了。这剑气唯有内力深厚的大宗师才能释放，必然是那位造访我们陈家的宗师所为。晚辈斗胆请宗师前辈现身。不用找了，我就在这儿。陈天武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一个小屁孩，还把自己当成那位宗师了不成？长老，我们陈家都找遍了，还是没有找到那位宗师的下落。宗师不想现身，谁都找不到他。看来宗师前辈不肯露面，是想让我们比试继续。铁拳，继续比试吧。好的，大伯。陈玉璇，你现在连站都站不稳，还不赶紧认输？我们不会认输，接下来我跟你打。确定？没错。小虎，这比武不是开玩笑，你快走。现在想走，晚了。臭小子，既然你说你要打，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小虎刚刚是一时冲动，不作数的。姐姐，我有分寸，交给我。小虎，你刚才说，只要我们接下你3拳不倒，就算我们赢，对吧？不错。反之，你要是输了，带着你这废物姐姐净身出户，滚出陈家！开始吧。你姐姐接了我2拳就坚持不住了，对付你这个小屁孩，1拳就够了。还剩2拳。挡下了，小少爷好样的。小虎，接下来一定要小心。原来我的武学也是能够保护家人的。面对我还敢分心，自寻死路！小虎，小心！姐，小虎，姐没事，比武时怎么能分心呢？无论什么时候，姐姐都会不顾一切的保护我，也该轮到保护她了。
姐姐你先下去吧，接下来交给我。可是什么可是？你们两个到底谁跟我打？陈玉璇，别坏了规矩。小屁孩儿，以为你姐替你接下这一拳就没事了吗？我可还剩一拳呢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们的家产我要定了。我改主意了，接下来我会全力击败。这小屁孩什么情况？明明感觉他全身都是破绽，怎么每次都能卸掉我70%的力量？你输了。你输了。小虎，我们赢了！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输给这个小屁孩？铁拳是分心了，我看陈天武出拳毫无章法，铁拳怎么会败？小虎，你真是给我们一个大惊喜！小少爷不愧天生神力，连陈铁拳都能打得赢。家主，我们赢下了比赛，现在你可以履行承诺，不再打我家宅子的主意了吧？哼，刚才你姐姐上台帮你挡拳，这也叫赢？不错，擂台比试从来没有中途帮忙的规矩，这局不算数。你们说话不算数。陈玉璇，是你破坏规则在先，而我们只是按照规矩行事。你们三房若要保住宅子，必须跟我以及永胜长老再打一场。你们欺人太甚！大小姐年纪轻轻，而你们习武40、50年，她怎么可能是你们的对手？打不过是他没本事，连自己家都保不住的废物，就算逐出陈家又如何？明知道姐姐不是他们的对手，还逼她继续比，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？陈玉璇，继续比试还是收拾行李，带着你弟弟滚出陈家，选一个吧。那就来一决高下吧。哎，小少爷，虽然你刚才凭着天生神力赢了陈铁拳，但毕竟你没有练功武，不是他的对手，要不然还是别打了吧。小虎，你做的已经够多了，接下来交给姐姐吧。可是姐，我绝对不会把我们自己的家让出去，哪怕只有一丝机会，我也要争一争。大小姐，让我跟沈勇先上去消耗他一波。别太得意，我们三房人一起联手，未必不是你的对手。只用一招就打败了他们两个，爹，你的实力又精进了。一招都坚持不了，两个废物。陈玉璇，到你了，别说我没给你机会，不想受苦就尽早认输。我答应过我爹娘，保护好这个家。执迷不悟，那就不要怪我了。螳臂当车，找死！陈玉璇，你还不认输吗？这场比武赌上了我和小虎的一切，就算是死，我也绝对不会认输。好，那我就打到你认。陈玉璇，结束。还没有结束，冥顽不灵。怎么回事？姐，你先下去，这里交给我。可是，陈家长老是吧？我奉劝你一句，不要再打了，认输。陈铁虎，胡说什么呢？小屁孩，我爹马上就要赢了，你现在去叫他认输？不错，我这是在救他。放肆！刚才你无非是趁我来不及反应，才有机会将我击退。
现在还用言语吓唬我，真当我是被吓大的吗？我警告过你了，这之后出任何事，可别怪我。小虎从身上拔出来的这是玄铁，他身上怎么会有玄铁？装神弄鬼！这是天地异象，一定是那位到访我陈家的大宗师出手了，恳请大宗师现身呐！不用找了，我说过，我就在这儿。陈天虎，你个小屁孩没完了是吧？装宗师装上瘾了！坐井观天，一拳，如果你没倒，算你赢。哼，一拳想打赢我，陈天虎，我看你就是缺少管教。今天我就替你爹娘好好管教管教你。好强大的拳风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陈家的三房子弟而已。哦，哎，走，爹，小虎，你真棒！你们得意什么？刚才明明是大宗师出手，他是靠着大宗师的拳风才侥幸击败我爹的。请大宗师现身，晚辈一定好好招待。这神出鬼没的大宗师，来我们陈家到底想干什么？还帮陈铁虎那个小废物出手？难道是大宗师不耐烦了，想让家主尽快结束战斗？这比武的时间是有些长了，大宗师前辈都不高兴了。接下来，本家主亲自上场，速战速决。天哪，家主竟然亲自上场了！他可是我们陈家最强武者，连大宗师都能过2招。陈铁虎这小屁孩可有苦头吃了。陈铁虎，接下来我跟你打。小虎，姐，你放心吧，这里没人是我的对手。在我面前说这种话，简直是大言不惭。你要是不信我说的话，等会儿我赢了，你就让我骑着你在擂台上爬一圈，怎么样？没大没小，反正你也赢不了，答应你又如何？大宗师亲临陈家，对于陈家来说是天大的机会。既然宗师希望比武快一点，那就速战速决。不对劲，这臭小子的攻击看似毫无章法，但实际上乱中有序，这可是武道宗师才能达到的境界。他一个小屁孩，怎么可能？我就不信，我5岁习武，至今已有50余年，还会打不过一个小屁孩。这个小屁孩竟然打败了陈家最强的家主，这怎么可能？家主，擂台比武，你输了。这个陈铁虎一定有古怪，难不成他之前击败铁拳和永胜，并不是凑巧取胜？你输了，我记得刚才谁答应我说输了就让我骑着在擂台上爬一圈。这，陈铁虎，你别太过分！我过分？家主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身为陈家家主，不会想说话不算话吧？既然是族中小辈的要求，我作为一家之主，岂能说话不算话？哼，我早就等不及了，快点开始吧。果然还是个小孩子。言归正传，陈玉璇，既然你们打赢了比武，那就按照事先说好的约定，
你们三房的宅子，我们今后不再干预。小虎，你守住了我们的家，你就是三房的大英雄。虽然实力大不如前，但现在的我也是能守护好家人的吗？小虎，都是姐姐不好，自己天赋平庸，只能靠你保护这个家。姐姐没事的。哟，还真热闹呀！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张家家主张问英，你来我陈家有何贵干呐？姐姐，这人是谁？小虎，别说话，他是张家的家主，一直想要吞并我们陈家，成为武道第一家族。这次过来，估计又没安好心。张婉英，前几天你带人刚在陈家武馆闹完事，这事还没找你算账，今天你竟然自己送上门来。目无尊长，你们陈家的小辈就是这般没有教养吗？张婉英，刚到我们陈家就欺负小辈，你想干什么？急什么？我看你们是在比武是吧？刚好我带2个朋友来玩玩，想跟你们切磋切磋，如何？他这是来踢馆。张文英，你要踢馆？不错，我们张家这2位供奉早就听闻你们陈家是武学大家，一直想来切磋一二。况且按照武道规矩，我来踢馆，你们陈家要是输了或者不接，都被视作认输，必须满足我踢馆者的要求。我的要求也不高，就是把你们陈家所有武馆都交由张家。大哥，这张文英是奔着我们家业来的。怎么？陈家主是觉得你们这帮废物不堪大用，不敢比了吗？一帮没用的废物，不敢比就直说，我好接管你们陈家的武馆。比就比，不错。更何况，陈家现在有大宗师坐镇，岂会输给你们？大宗师现在都这么闲吗？都跑到你们陈家来了，在哪儿啊？给我找出来，我见识见识。怎么叫不出来啊？没事，你们没有高手，我有，露个面儿，让他们见识见识。竟然是张家的顶尖高手，南拳里和北腿赵，是他们。他们很有名吗？何止是有名啊，小少爷！南拳里名为李霸，一手拳法犀利刚猛，打遍青州无敌手。另一位北腿赵英更为危险，他虽以腿法出名，但在比试中最擅长使用的是暗器，凶险之计招招毙命。怎么怕了呀？陈家主别怕呀，万一你们侥幸赢了呢，我就跟你们一样，把我们张家所有的武馆都交给你们的陈家，如何？一言为定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你们陈家派谁上场啊？大伯，我来。大伯，你不会是想让陈天虎这个小屁孩跟张家比武吧？他都没练过武，你选谁也不能选他呀。陈铁虎绝非看起来那么简单。商量好了没有啊？到底派谁上场领死啊？校正至极，我来跟你们打，赶紧派人吧。唉，算了，先让铁拳试试吧。李霸，去会会他。这2人实力悬殊，这场陈铁拳必输。嘘，南拳里李霸是吧？今天我就试试，看看你的拳头是否跟传说中一样硬。赢的！陈家年轻一辈第一人，就这点本事啊？你赢的！
天玄，天玄，你怎么样？爹，他实力太强了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李霸，你打伤我儿子，我要跟你拼命！本以为你们陈家有多大本事，现在一看，当真无趣。你们一个一个上太慢了，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一起来吧！小虎，这件事不是你能插手的。陈永康，听到了吗？让你们一起上，要是现在不知道珍惜机会，待会儿会输得很惨。你简直狂妄至极！有生，咱们一起上，我就不信打不赢他。陈家的家主和长老，就这呀？一定是家主和长老刚才和三房的人比试消耗了太多力气，不然怎么可能比不过李霸？陈家一帮废物，还有能打的吗？啊！如果没有，就给老子认输！身为陈家子弟，怎么能任由别人在我们地盘上放肆？大小姐，以前是我对你们三房太过苛刻，我道歉。希望你放下以前的恩怨，一致对外。你想怎么做？我们剩下的人一起对付这个李霸，这么多人，不可能打不赢他。宇轩，只要你们帮陈家度过这次危机，下一任陈家家主就是你。好。小虎，你胳膊刚拔出玄铁，还带着伤，先在下面好好休息吧。可是姐，人齐了吧？李霸，速战速决。别狂妄，我们这么多人，不信对付不了你。动手！一群三脚猫的功夫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陈家以后在外面，别说自己是什么武学世家，我们其他武学世家可丢不起这个脸。陈家主，快把你陈家的武馆给我交出来！还没结束呢，还想挣扎呀？找死！你还能撑过一拳吗？还要继续吗？大小姐，你坚持不住的，别再打了。你一个女人能撑这么久，我很尊重。但是，这最后一拳，我会尽全力解决你。小虎，哪来的小孩？这里不是你能参与的，滚下去！接下来我跟你比。小虎，你别冲动，李霸可不是陈家人，不会看你年纪小就会对你手下留情的。玉璇呐，相信小虎，他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。陈家主，我没有听错吧？你刚刚让一个女人出头，现在又让一个小屁孩上擂台比武，你们陈家的男人都死光了吗？小孩，别在上面丢人现眼了，赶紧滚下去！丢人现眼的是谁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哼，好好，佩服你这个小屁孩，一招就够了。好啊，公平起见，我也只出一招。找死！好！
我就说嘛，小虎不简单。真小看你这个小屁孩儿。这局算你们赢了，赵英，下一场你上。好的，老爷。坏了，赵英竟然真的上场了，他比李八至少强3倍，就算小少爷天生神力，也绝对打不过呀。还有更重要的一点，赵英身上暗器，跟他比试，断胳膊断腿都算是轻的。小少爷这下该怎么办啊？小弟弟，李霸他轻敌，我可不会，做好准备吧。还算是个高手，反应还算挺快的。接下来我可认真了。哼！中招了吧，小弟弟？我的银针可是涂满了剧毒的。不出1刻钟，你就会毒发身亡的。剧毒？赵英，你用暗器给小虎下了剧毒，你真卑鄙！姐姐，没事。小虎，你身上中了剧毒，我怎么能不担心？好一出姐弟情深的戏码。放心，我很快就会让你们姐弟下去团聚。是吗？竟然又是一枚玄铁，小虎身上究竟还有多少玄铁？怎么回事？又是天地异象，不会真是小虎引起的吧？装神弄鬼，再教一招！小虎，小心！停！这什么情况？陈天虎说了一个停字，这飞刀就停在他面前了。这种能力绝不是普通武者所拥有的。小虎这孩子是从哪儿学来的？小虎，装神弄鬼，再教我一招！人呢？在你后面。大婶，你的刀上也涂毒了吧？我劝你最好别乱动。我认输。赢了！太好了，大小姐，小少爷赢了！太好了！没用的东西，连个小孩都打不过。张家主，你输了，赶紧带着你的人离开陈家，我们就不送了。哼哼哼！就算今天我输了又怎么样？你们对付得了我？对付得了整个军队吗？张文英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实话告诉你们，想吞并整个武学世家的是北平城的大督军，人称九荣大帅的涂振霄。你们破坏了大帅的计划，马上就死定了。我不关心什么大帅，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计划，我只知道不会让任何人夺走我的家。你们要是再不走，就不用走了。我警告你们，涂大帅的军队马上就要进城，到时候就是你们陈家的死期。走！小虎，你的伤一定很疼吧？皮外伤而已，姐姐没事的。小虎啊，今天多亏了你，陈家才能幸免于难。之前我说过的话，现在还算数。从现在开始，陈玉璇就是下一任家主了。姐姐，恭喜你！我这不都是沾了你的光吗？对了，小虎，你不是从来没练过武吗？怎么今天突然会武功了？对呀，我一直以为小少爷是靠着天生神力才赢的比赛，如今一想，可没那么简单啊。那个，说，其实就是我在梦里有个人叫我练武，然后突然就开窍了。真的？嗯。好了，说不定小虎是被大宗师入梦点化，传授了一身技艺。
专门来守护我们陈家的。姐姐，你看家主都给我作证了，你还不信我吗？我信你还不行吗？对了，以后遇到这种事情一定要告诉姐姐，担心死我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涂大帅进城了。你该荣幸，本大帅刚来青州，就来你家面馆吃面。这样，我给你打个赌，就赌你丈夫待会儿送来的面里加不加葱。如果加的话，我就杀你一家；如果没加，我就饶你一命。大帅，这是您不要加葱花的牛肉面。我不吃牛肉。见过涂大帅。怎么就你们这些人？那些武学世家呢？启禀涂大帅，小的遇到一点麻烦。麻烦？大帅，这件事情不能怪我。青州城那个刺头陈家一直与我作对，我过去劝说他的时候，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找了一个小孩，我们张家所有人都不是他的对手，后来就被赶出去了。你们让一帮小孩给赶出来，你消遣我呢？不敢，大帅，小的不敢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的家伙，我给你半个小时，让这些武学世家的人滚出来见我。是，涂大帅，遵命。滚！给你们3天时间，把青州你们自家的武馆和其他的产业都交出来，以后由军队接管。超过时间，后果自负。涂大帅，如果我们把家族所有的产业都交出来，那我们这一大家子靠什么养活呀？是啊。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我要的是你们的家产，至于你们的生和死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懂了吗？滚！走。涂大帅这哪里是要我们的家产，这简直是要我们的命！是啊，咱们家大业大，突然间让我们把能赚钱的行业给交出去，家里这么多人，怎么养活呀？事到如今，只有一个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陈走。陈家主，这一次你一定要帮帮我们呀！是啊，陈家主，你们可是青州唯一一家能跟张家高手比武还平安无事的家族啊！上一次多亏了小虎出手，才赶走了张家。什么？小虎？哎呦，陈家主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别开玩笑了。这小虎才几岁啊，怎么可能是他把张家的人赶走的呢？是啊，我知道各位家主不信，但大伯说的确实属实。小虎天生神力，战胜了张家和陈家所有的高手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我姐没事骗你们干什么？又没什么好处。那这小虎还真是天赋异禀。不过陈家主，这涂大帅索要我们的家业一事，不是一个小孩子能够解决得了的。还请你们
好好考虑一下啊！放心，都是青州人，屠振霄的主意都打到我们身上了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到时候如果有需要用到我们陈家的地方，陈家一定帮忙。哎，好，陈家主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告辞，告辞。小虎，这件事你怎么看？大伯，您不会真想把青州武学世家的安危让一个小孩解决吧？闭嘴！你忘了自己是怎么输给小虎的吗？我只想保护我自己的家人，其他人我不在乎。可是小虎，军阀入城，烧杀抢掠，武学家族岌岌可危，没有大家，又何来的小家呢？没有大家，何来小家？姓张的，老子大军入青州是整合那些武学世家的，你搞个什么比武擂台，有什么用啊？请屠大帅见谅。大帅，您的大军尚未集结，而那些武学世家盘踞青州已久，底蕴雄厚，贸然与他们起冲突的话，恐怕会引起民反。区区武妇而已，难道他们的骨头比老子枪里的子弹还硬？是，大帅，您的目的是想吞并所有武学世家，而那些武学世家最看重的就是面子。一旦与他们立定了赌约，打败他们之后，我们有任何需求，他们都不可能拒绝。大帅，大军还在集结，我们带一队人先行从北平城到青州，准备尚未充分，还是当心为好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借由比武的名头，让那些武学世家把家业自愿给交出来，如何？大帅，这个主意堪称完美。那比武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，啊！保证完成任务，屠大帅。不过大帅，那个陈家的陈小虎十分古怪，还请大帅万分小心呢。我堂堂一个大帅，会惧他锋芒？区一个小屁孩，不必放在心上。陈家陈小虎，你们不是很能打吗？看你们能不能打过久经沙场的军中精锐。屠大帅到！这就是屠振霄。规矩都已经提前给你们说了，擂台比武，输了自愿上交家族产业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敢问屠大帅，是不是我们赢了就能放过我们？哼，没错，只要你们打赢了我带来的人，就可以免除上交家产。青州武学世家赵家赵洪胜前来挑战。李副官，上去给他点颜色瞧瞧。赵家主，奉劝你一句，一把老骨头就不要瞎掺和，不如老老实实认输。哼，要是你们这帮当兵的拿着枪，我确实比不过，但现在是光明正大的比武，我也未见得不能拼上一拼。这个赵家主几天不见，实力又有所精进，这场比赛一定能赢。小虎，你觉得赵家主能赢吗？这个李副官是个高手，赢不了。
仅用3招就打败了武学世家的赵家家主，这个李副官果然是个高手，是吧？这个李副官实力很强，你们一定要小心。上了擂台，生死由命，还有想死的吗？都上来吧！欺人太甚，我来。一个一个上太麻烦了，还有没有想比武不想交出家族产业的？都一起上吧！狂妄！我们2大武学世家一起来会会你。又是2个老弱病残，你们青州的年轻人都死绝了吗？派2个老东西上来送死！你别得意，就算你打赢赵家主，但现在我们2大家主联手，一定能打败你。上！你！竟然为了林家打胳膊，这个畜生，我给你拼了！你的腿也不用要了。这个李副官下手也太狠了，这还能叫比武吗？李副官，这是比武，不是杀人，下手这么狠，未免也太过分了吧？过分！你们青州的规矩不就是擂台之上以武为尊吗？除了杀人，我干什么不行？我违规了吗？你这是在强词夺理，次次都下死手，哪有一点武者风范？是啊，下手太狠，不讲武德呀！都给我闭嘴！还有谁要上吗？一帮软骨头！小姑娘，你刚才不是不服吗？啊，上去跟李副官比试比试！小姑娘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只要在擂台上打赢我，你想怎么对我就怎么对我，我可不会说什么强词夺理。玉璇，他这是在用激将法，别中了他的计。看来这擂台比武我们是赢了。那从今以后，各大武学世家的产业都归我了。你们有什么意见吗？没意见。告知全青州，从今以后，这些世家的武馆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，都归我了。慢着，我有意见。哼，差点把你这个小屁孩给忘了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打赢我才配知道。我可听说你这个小孩把陈家和张家的高手都打了个遍，我可不信这个邪。李副官，一会儿好好关注关注这个小孩。大帅放心，小朋友，请吧。哼，小虎，玉璇，如今只有小虎有实力保全我们，让他去吧。可是，小虎，你千万要注意安全，要是出了事，姐姐也就不活了。姐姐，你之前说的对，没有大家，何来小家？我不会让大家出事的。这，陈家糊涂呀！我们这么多人都打不过这个李副官，你让一个小孩子对付他，这不开玩笑吗？哎呀，李副官可不会手下留情啊！这小孩怕是危险了。小孩，看你年纪还小，就给你个机会。现在跪在我面前认输，我就让李副官给你一条生路。那我也给你一条生路。现在给我跪下来求饶，一会儿我打的时候可以轻一点。好，我等着。李副官，给我好好教训教训这小屁孩。是。
败了这个领副官，这小孩真厉害呀！连个孩子都打不过，真没用。涂大帅，你输了。输？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，你们各大家族的产业，我势在必得。谁敢挡我的路，老子就杀了谁！今天我就告诉你们，你们武学世家所有的财产，我势在必得。谁敢挡我路，老子就杀了谁！那我也把话放在这儿，没有人能夺走我的家。如果你想打，我随时奉陪。很好，那我就满足你。一起上！小子，你不是很能打吗？你能打得过一个？你能打得过10个吗？啊！涂大帅，你让这么多人欺负我弟弟，未免也太过分了吧？哼！本大帅做事，要你们来教啊！动手！涂大帅让这么多人欺负我们陈家小辈，我们陈家可忍不了。陈天虎，虽然我们之前不对付，但都是陈家人，我可不会让自家人被外人欺负。小虎，别忘了，你永远都有家人在。这就是家的感觉吗？动手！到你了，刀子，算你有点实力，值得本大帅跟你动手。接下来我跟你打。什么？涂大帅竟然要亲自上场？涂振霄能有今天的位置，可是从尸山血海里面活生生杀出来的。他亲自上场，谁能是他的对手啊？小孩，比拳脚太没意思了，我跟你比兵器。现在轮到你挑兵器了。我就用这个树枝。这小虎怎么用随地捡来的树枝跟涂大帅比呀？这根本就没有胜算呐！是啊，爹，大伯，这小虎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果然是小虎，接下来相信小虎就对了。小屁孩，你是用这破树枝来羞辱我是吧？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找不到更短的了。找死！本大帅好久没有开杀戒了，今天我保证砍死你们！修武是修心，戒骄戒躁，不可着急。你叫我戒骄戒躁，找死！又急，乱了心绪，乱了一切。你看，这就是心急的下场，连自己的武器都拿不稳，打你屁股以示惩戒。臭小子，你找死！本帅从来没有受过如此屈辱，今天不杀你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小虎，小心！该结束了。在老子面前你敢闭眼，你找死！本源归一，剑气纵横。呀！哎呀！好，好，小屁孩，刚刚那是什么？哼，败者不配知道。我就知道
那天的剑气是小虎用出来的，那位大宗师就是小虎，陈家兴旺，陈家兴旺了！哈哈哈哈！大伯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小虎就是那位藏在陈家的大宗师？小虎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！涂大帅，你输了。按照赌约，该带你的人撤离青州了吧？涂大帅，你输了。按照赌约，该带着你的人撤离青州了。你们以为你们的家产是我要的吗？什么意思？你们的家产是倭国的大将军藤原千里亲口要的，他已经抵达青州。你们打得赢我，未必能打得赢倭国人。倭国人？你在帮倭国人做事？涂振霄，你有没有一点骨气？骨气？等藤原大将军灭了你们，把青州城主交给我，那时候我说谁有骨气，谁就有骨气。涂大帅说得好啊！他就是藤原千里。藤原先生，藤原先生，你怎么亲自过来了呢？快坐，快坐。涂大帅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要的青州武学世家，为什么还没有拿到手？藤原先生，您别着急，我已经通知过那些武学世家了，很快就会完成任务。你们听见了吗？藤原先生说了，要你们的家产，识相的赶紧把家产交出来。藤原先生可不像我一样讲道理。哼，武学世家的产业遍布整个青州，一旦被你们夺走，青州将会立马沦陷。真是好手段呐！我们不只是青州人，还是铁骨铮铮的中下人，绝对不会跟你们这帮畜生狼狈为奸。没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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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没错。看来涂大帅的事情办得不怎么样嘛。既然你说服不了他们，那我就亲自来。各位青州武学世家的家主，我今天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向我倭国效忠，或者被我打死，再向倭国效忠。我今天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向我倭国效忠，或者被我打死，再向倭国效忠。倭国狗，你做梦！想让我们跟涂振霄一样给你们当狗，这辈子也不可能！你们懂个屁呀！你们以为藤原先生为什么有底气来青州？实话告诉你们，藤原先生的背后是你们一辈子都想不到的仙人。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仙人存在？涂振霄，你胡说什么？这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仙人？就是，想找理由糊弄我们，也得准备个像样点的吧。你们中下人还真是愚不可及，坐井观天呢。倭国狗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弄死你！还敢反抗我？真以为我是在跟你们开玩笑吗？倭国人拿枪威胁，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，擂台上定输赢啊！和我们倭国武士擂台比武，你们也配？藤原先生，大军未到，如果我们现在强取青州，只会引起青州人反抗。但是如果在擂台上赢了他们，他们就算再不服，也不会不认账啊。到时候便可兵不血刃地夺取青州。更何况，您可是还有仙家手段，对付这帮小小的凡人，那不是轻而易举吗？哟西，好，太妙了，那就照你说的办。藤原先生说了，绝对不会对你们强取豪夺。他知道你们青州人尚武，所以他想在3日后让他的手下和你们切磋切磋。倭国人，你当真要跟我们比武定胜负？没错，就让我看看是我们倭国武士和你们中下武夫谁更厉害。好，我堂堂中下男儿，要论擂台比武，我们可不怕任何人。好，那就这样说好了，3日后演武馆擂台，决定青州的归属。我倒要看看
你们这帮瘦弱的猴子是如何被我国武士一巴掌拍死的？走！这倭国人简直嚣张至极，3日之后一定好好教训他们。对了，刚才多亏了小虎，我们才没被涂振霄得逞。小虎，3天后的擂台比武，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我想看看他们所说的仙人是什么。你们以为藤原先生有什么底气来青州啊？实话告诉你们，藤原先生的背后是你们一辈子都想不到的仙人。刚才看到小虎那么厉害，差点就忘了他还只是个小孩子。是啊，小虎，刚才涂振霄说什么仙人，那都是吓唬人的。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仙人呢？是啊。涂大帅，仙人就在这间密室里，见到他之后，切记要注意言行啊！好好好，此等手段，不愧是仙人呐！不是说了，没有重要的事，不要打扰本尊修炼。启禀仙尊，小的前来有要事相告，属下已跟青州人约好，3天之后，以比武的方式决定青州的归属。比武让你们拿下青州，怎么这么麻烦？谁敢不从，杀了便是。现在不可杀呀！为何？您之前说过，需要百姓香火供奉，但是中下百姓个个都是硬骨头，如果我们暴力镇压，他们就会反抗，这样就得不到供奉。但是全部杀了，什么都得不到，适得其反呀！麻烦罢了，此事就交给你们，本尊再赐你们一场造化。服下此丹，短时间内修为可暴涨100倍。有了它，能拿下青州吧？多谢仙尊，属下必定完成任务。还有你，念在你是为本尊做事才受的伤，本尊就渡给你一些仙气，让你增强体魄。你怎么会有剑气？你身上怎么会藏着剑气？剑气？不会是那小孩？涂真相，你想谋害仙尊吗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！藤原先生、仙尊啊，你们得相信我呀！摆开了，还敢不承认？我打死你！哼！他还没有实力使出剑气，不是他的错。谢仙尊信任。好了，没什么事儿，你们就先回去吧。3日之后，我要你们拿下青州，奉我为主。是，仙尊。这剑气气息怎么这么熟悉？难道是他？不可能，不可能是玄冥。那天我假死逃生，3级修为，亲眼看到玄冥玄铁封脉，他不可能来到这下界。这个该死的玄冥，来到下界还会被他吓到。我得尽快得到下界凡人的供奉，才能尽快恢复实力，回到上界。大帅到！藤原先生，请。藤原先生，这青州城中群众和所有家主都在这里了，到齐了。今天只要在擂台上赢一回，就能完成仙尊的命令，受百姓供奉。百姓供奉？难不成他们背后真有仙人？不行，必须要尽快调查清楚。开始呗。比武开始。藤原先生，
我去会会他们。各位，我先去杀杀他们的风头，让他们知道中夏人不是任人宰割的。赵家主，小心一些，先摸清对方路数，再进攻。中夏人想跟我们倭国武士大人比武，就得先从我的胯下钻过去。你说什么？如此羞辱我中夏人，简直岂有此理！看我不打死你！退下，全都不许动！全部给我坐回去！涂振霄，你这个卖国贼，你自己给倭国人跪下当狗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想让我们跟你一样当狗！没错，比武就该堂堂正正，哪有让人先跪下的道理？凭什么？就凭你们太弱小了，就连这场比武都是我们倭国施舍给你们的，这不公平！公平？这么弱小的国家，这么弱小的人，有什么资格谈论公平？我再说一遍，要想比武，就得先从我的胯下钻过去。你是钻还是不钻？想羞辱我们中夏人，做梦！我们不可能钻！不钻是吧？好说，既然你们没有人上台，那就代表着宣判我们倭国的胜利。我再问一遍，钻还是不钻？跪下才让比武，这倭国人也太过分了！赵家主，不能钻呐！钻了，我们中夏武者的脊梁就断了。是啊，赵家主，他们就是想羞辱我们，千万不能如了他们的意呀！可是，要是不钻，就代表我们认输了。不钻是吧？那就10秒之后宣判你们认输。10、9、8、7，够了，不钻。那就快点开始吧。赵家主，不能钻啊！赵家主。你们这帮不知礼数的倭国人，今日我就要将你们逐出中夏！赵家主，好好教训他们，打了他们，再也不敢来中夏冒犯。那就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比赛规则：擂台之上1对1比武，倒地者或掉下擂台者皆为输。地上比武开始。弹丸小国也敢冒犯我中夏，看我今天怎么打死你！哼，中夏人是只会动嘴吗？有种拿出真本事来呀！好，那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中夏武者。赵家主是没吃饭吗？还是说你们中夏人已经连饭都吃不起了，一点力气都没有？你找死！这拳头打在他身上，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？他还是人吗？来之前，贤尊大人增强了我手下大将的体魄，现在他们的实力对付几个小小的中夏人，简直轻而易举。藤原先生还真是高瞻远瞩，得到青州就像囊中取物啊！这个人不对劲。小虎，你察觉到什么了吗？看出来一点，但还不能确定。这个人身上有修仙者的气息。修仙者？这世界上真的有修仙者吗？闹够了没有？赵家主，有这点实力也配跟我比武？倭国人，你这还是比武吗？都把赵家主打成这样了。我只是随便玩玩而已，谁知道他这么不经打。如果接下来上场的还是这样，那可就太无趣了。你狂妄至极，一拳都接不住，有什么资格跟我比武？我来！哼，该死的倭国人，我要让你血债血偿！中夏武学不值一提，狂妄，找打！你也去死吧！倭国人，你疯了吗？
这一拳下去，李家主必死无疑。那是你中下人没有本事，一拳都坚持不住，有什么资格跟我比武？一拳都坚持不住，有什么资格跟我比武？这叫比武吗？这是杀人！废话少说，既然你来都来了，你们2个就一起上吧，简直嚣张至极！李家主，咱们一起上！这个窜天一浪怎么越大力气越大？都给我去死吧！小伙，老头子我丢咱们中下的脸了。不怪你们，这个倭国人被先例加强了，你们打不过也在情理之中。先例？你是说他们有神仙帮忙？还有谁是想上台领死的吗？几大武学世家家主都败给他，还有谁能上场啊？这个倭国人实力怎么这么强？村田先生好样的，不愧是我倭国武士，不像这帮中下武者，全部都是废物啊！倭国狗，你骂谁呢？我弄死你！就这点实力也敢逞英雄，不自量力！该死的倭国狗！还有想不开想上台比武的吗？既然没有要上场的，就代表我们倭国赢了，青州从此归我们倭国所有。现在你们这帮丧家之犬，全都给我跪下臣服！藤原先生放话了，都听见没有？都给我跪下！我们身为中下人，从来都没有给倭国人跪下的说法。没错，说得对。这么说，你要跟我作对了？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跟谁作对，我只是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中下人，永远都不会向倭国人下跪。放肆！敢这么跟藤原先生说话，赶紧跪下来道歉！中下人不跪！给我跪下！中下人不跪！中下人不跪！敢这么跟我们作对，罚了你们了！你们中下人骨头还挺硬的，那就让我看看，是你们的骨头硬，还是我枪里的子弹硬？听见没有？想活命就给我跪下，这都是为了你们好。只要跪下就能活命，有这么难吗？你自以为给倭国人当狗就能活，但我们只知道，身为中下人，宁可站着死，不肯跪着活。宁可站着死，不肯跪着活。自寻死路，冥顽不灵。既然你们都不想活了，那就不要怪我了。既然这个女人先出头反抗，那么就先开枪毙了她。我看谁敢！小虎，你就算功夫再厉害，那也是肉体凡胎，挡不了子弹的。你快走！肉体凡胎挡不了子弹，但我可以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玩笑？快走！小虎，听你姐姐的话啊！又一根玄铁，这小虎身上究竟还有多少玄铁？小虎每次拔出玄铁之后，都会产生天地异象，而且一次比一次强。这么说，小虎不是第一次拔出玄铁，天生异象，这简直就是仙人手段呐！难道小虎也是仙人？此等手段，我只在仙尊身上看到过，一定是仙尊要到了。仙尊要到了？没错，我们必须在仙尊来临之前把青州拿过来，好向他邀功。对，还等什么？给我开枪！是谁？是谁？到底是谁干的？小虎，你的人不是很能打吗？接下来我跟他打，输了就立刻滚出中下。我竟然被一个小孩吓到，原来如此，看来你们这中下无人可用了，竟然派一个小孩来出战。你们这帮井底之蛙懂个屁啊！小虎是我们所有人当中最强的，对付你们这帮倭国人有手就行。是吗？那刚才你们溃不成军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不出战？我看你们无非是无人可用，自己又贪生怕死，所以派出一个小孩出来拖延时间。中下人真是可笑啊！废话少说，实力高低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啊，藤原先生，仙尊马上就要到了，不如
赶紧解决这个小孩子，让他们心服口服，我们好像心存邀功啊。春田，你去会会这个小孩，记住，下手不要太重。是。一个一个上，太慢了。你们倭国人还有谁能打的？全都一起上吧。小孩，你这么想寻死，成全你。去，警察局，你也去。是。区一个中下小孩，竟敢同时挑战倭国2大武士，不知死活！好，打得好！好，小虎打得好！小虎打得好！小虎，狠狠地教训这帮不知礼数的倭国狗！这个小孩怎么这么厉害？居然先尊强化过的倭国高手都被他打败了，看来我以前是低估这个小孩了。到你了，小屁孩，我跟你比武器，拿出你的武器吧！树枝，这竟然又有树枝！涂大帅，这个小孩之前比武的时候，是不是也用的树枝？哎呀，没错，藤原先生，之前我跟他比武的时候，就是被他用树枝打败的。哎，涂大帅的实力也不过如此。我对我们倭国的武士十分的自信，相信他们一定不会被一个拿树枝的小孩给击败。我就用这个。你这是在侮辱我国武士！对付你，这根树枝就足够了。对付你，这根树枝就够用了。好，我从来没受到过如此侮辱，今天我一定要把你剁成肉泥！你竟敢打我的屁股！我的母亲都没有这样打过我。那我替你爹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景深，你怎么连刀都拿不稳？给我认真点！是。小孩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景山桑认真了，他被神尊强化过的身体，可是比春田还要厉害。这个小孩死定了！去死吧！啊！赢了！小虎打得好！打得好！到你了，小孩，你放肆！小孩，你真的要跟我比武吗？藤原先生，你别冲动，这小孩看来不简单呐。他不简单，那我就简单了吧？小孩，我承认，之前是我低估你了。接下来，我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的。放心吧，我也不会。去死吧！这个倭国人怎么这么大力气，竟然把擂台都砍穿了？他是怪物吗？这样下去，小虎怕是要输了比赛。这是输赢的问题吗？小虎的小身板，一旦被那倭国人的刀碰到，那就得是重伤。小虎，千万要小心！放心，比武结束的时候，就是小孩你死的时候。你不是很能打吗？接着来呀！挡住了！挡住了！小虎居然用树枝挡住了连擂台都能砍穿的武士刀！小孩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怎么能用树枝挡开我的攻击？是你太弱了，树枝都砍不断。不可能！我怎么可能连树枝都砍不断？去死吧！断了！小虎居然用树枝一下就打断了藤原的武士刀！怎么可能用树枝打断我的武士刀？不可能！断了就是断了，有什么不可能？再接我一招剑气纵横！你输了，你输了。好，赢了！打得好！赢了！倭国人，你们比武输了，从此就给我滚出仲夏，再也不许回来！倭国人，滚出仲夏！没事，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输？哼，你都被小虎打得站不起来了，还说没输？赶紧愿赌服输，
滚出仲夏！滚出仲夏！滚出仲夏！好，很好，是你们逼我的。这什么情况？刚才藤原千里还站不起来呢，伤怎么恢复的这么快？藤原先生是服了仙人的仙丹，他的功力涨了几百倍。你们识相的，赶紧下跪认错，他还能饶你们一命。完了，现在他们只有死路一条。哈哈哈哈！仙尊大人赐给我的力量果然强大，小孩，你等着受死吧！小虎，藤原千里的目标是你，赶快跑！小虎，快走，我给你断后。走，今天你们谁都走不了了。藤原先生，你没事吧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会这么厉害？青州陈家子弟陈铁虎。不可能！仙尊赐给我的力量这么强大，我怎么可能输给一个凡人？输赢大家都有目共睹，你不会不肯承认吧？就是，你们倭国人一点信誉都不讲吗？输我输了。太好了，小虎，你真厉害，赢了！小虎，多亏了有你，青州才能免受遇难。是啊，太厉害了！多亏了小虎，是你保护了我们的家。藤原千里连那个石柱都能一拳打爆，小虎连这种变态都能打败，小虎还真是天下无敌呀！你们看，天上来人了！怎么回事？这我没看错吧？怎么有人从天上飞下来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仙人？这世上怎么会有仙人的存在？藤原先生，仙尊到了。是仙尊，他终于到了。仙尊，你们以为藤原先生为什么有底气来青州？实话告诉你们，藤原先生的背后是你们一辈子都想不到的仙人。难道他们说的仙人是真的？参见仙尊。是他。玄冥，你醉心成仙，为了提升修为不择手段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他不是死了吗？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小虎别怕，姐姐在。藤原，你不是说要来比武拿下青州吗？怎么伤成这样了？启禀仙尊，我们在擂台比武的时候遇到了一点差错。差错？什么差错？就是这个小孩出手击败了我们。哼，你是说你被这个小孩给打败了？开什么玩笑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好了，接下来就交给我。这位仙尊，您到我们青州有何贵干？本仙尊此次下界，自然是为了香火气运。只要你们奉我为主，我保你们平安无事。听到了吗？仙尊发话了，所有人要么臣服，要么去死。这到头来，他们还是要我们跪下当狗，真是该死！让我们当狗，这不是要让我们中下人的脊梁骨折断吗？我坚决不同意！这次咱们面对的是仙人，我们肉体凡胎的，怎么打得过呀？不要浪费仙尊大人的时间，给我跪下！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的东西，我们可以好好谈。但是想要我们臣服跪下，绝对不可能。仙尊大人，之前就是他吵得最凶。谈？本尊想要的东西，还需要和你们谈吗？你怎么不讲道理？道理？谁的拳头硬，谁就是道理。还有，你当着本尊的面就敢不尊敬本尊，
是不把本尊放在眼里吗？玉轩，让你们见识一下本尊的能耐，都把本尊的话当耳旁风了是吧？就死吧！我们下界的事，你们上界的人管不了。我们下界的事，你们上界的人管不了。竟然能打断本尊施法，小屁孩，你什么来头？陈家子弟，陈铁虎。哼，陈铁虎是吧？喜欢当出头鸟是吧？那我就满足你。小虎，你快走，他是仙人，没有人是他的对手。小虎，你以前都是为了我们而出战，今天换我们保护你。没错，小虎为了青州，为了大家做了这么多，也该我们这帮老骨头成一波英雄了。小虎，下辈子我们一定做一家人。明明知道自己会死，却还要保护我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，曾经的我忽视亲人，一心贪图修为圆满，可执念越深，越是参悟不透。喜欢逞英雄是吧？好，既然你们一心求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口头这么硬，我再警告你们最后一遍，都给我让开！我就算是拼了命，也不会让你们动小虎。好，你马上就能感到荣幸，因为你将是本尊下界之后杀的第一个人。原来是这样。这风脉玄铁，难道你是玄冥？风脉玄铁，你是玄冥？小虎，姐姐，交给我。风脉玄铁，你是玄冥？不可能！有什么不可能的？倒是你，没想到你假死脱身，还到下界来横行霸道。小虎，你在说什么？玄冥又是谁？姐，等我解决完这件事，一切都会给你解释清楚。你真是玄冥？跟我打过一场，连我的招数都认不出了吗？玄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就算你在这儿又如何？现在你不过是个小孩，你以为你是当初那个称霸天下的玄冥吗？看招！小虎，你没事吧？看来修为还是没能回到巅峰，如今这副身体，连一个小小的修士都打不过了。哼，玄冥，你也有今天，不妨告诉你，你父母就是我亲手杀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爹，你娘就是我杀的。今天的你也会死在我手里。姐，没事吧？小虎，不用担心，姐姐不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已经做的够多了，快走吧，我不会管你的。明儿，娘从来没有怪过你，娘只希望以后好好的，不要再做孤家寡人。爹，娘，我不再是孤家寡人了，照顾好我姐。你在上界不在乎自己的亲生父母，现在倒是对这个便宜姐姐挺上心，真可笑。是啊，曾经的我忽视亲情，
一心求仙，追求力量，却忘了寻求力量的真谛。力量不是追求，而是守护。原来是这样。神光缭绕，龙凤齐鸣。玄冥，你成仙了？不重要了，我现在只想守护好我的家。玄冥，我错了，求求你饶我一命，求求你！觊觎我亲人的人都得死！你父母的魂魄还在我手里，杀了我，他们就再也没有复生可能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父母的魂魄还在我手里，杀了我，他们就再也没有复生可能了。你说什么？当初你父母死后，我就使用秘术把他们的魂魄封在了这个蜜罐当中。爹娘，你是我的明儿，你能认出我来？傻孩子，爹娘怎么会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呢？爹娘，都怪我。玄冥，魂魄在世间不可久留，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你既已成仙，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救活他们。我将这些告诉你，饶我一条生路。你废了我的修为！你到了下界，为非作歹，祸国殃民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废你修为，以示惩戒。小虎，我不是小虎，真正的小虎很快会回来找你。小虎，你要去哪儿？玉璇，小虎和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，他的离开是命中注定，放下他吧。明儿，爹娘，你们醒了。明儿，你做了什么？我跟你娘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孩儿已然成仙，便逆天改命，将爹娘和陈小虎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不对，你有事瞒着爹娘，告诉娘，逆天改命的后果是什么？这明儿，爹娘，以前是孩儿不孝，忽视了你们，才让你们被人谋害。现在你们能活过来，孩儿就能放心离开了。陈铁虎算是孩儿的恩人，等他醒来，请爹娘带他和这封信到陈家，交给他姐姐陈玉璇。如此一来，孩儿的心愿也就彻底了了。明儿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玉璇，你整日愁眉不展的，小虎在天上也不想看到你这样子。我没事，谢谢堂哥关心。小虎，他们整日说你已经走了，让我放下你。可是姐姐怎么可能放下你？姐姐，谁？小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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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会？姐姐，我好像做了一个梦，
一觉醒来就被2个爷爷奶奶送回来了。明儿他散尽修为，他用自己的命换取我们3个重生，希望你不要辜负他。姐姐，这么多年承蒙照顾，我本是上界修士，自觉做错了事，玄铁封埋，跌落人间，却万幸遇到了你，才明白我曾经所求成仙的真谛。我心结已了，亦不枉此生。先生，夫人，既然你们是他的父母，也就是我的亲生父母，你们以后就留在陈家吧。小虎，永远都不要忘了，他就是你的救命恩人，没有他，就没有现在的你。太好了，大小姐，门外来了个小孩，说自己叫陈铁虎，还说自己的父母、姐姐都在这里，而且他跟小少爷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啊！哎，小虎，爹娘姐姐，好久不见。